而在美国为什么不同？美国它是一个法治国家，它股票是不属于哪个政党的，它是受到很多方方面面的监督。比如说，它有舆论监督，它有两党监督，它有美国财政部的监督，它有许许多多股票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等等等等。美国的股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，非常的完善。你要走后门，你要搞非法交易非常难。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企业家史都华，专门是做有关家庭的一些装饰、花园等等。她非常的有钱，她的股票也上了市，但是后来她有非法交易，她就进了监狱。这个在我们大陆是没有的，很少有人开后门、走漏风声、泄露消息而坐牢的，极少。他就坐牢。像这种在美国是非常严厉的，你的保镖、你的上市条件都有很多的因素在制约你，在监督你。因为它是一个法治国家，它是以法来管理股票。任何人不管你权力多大，你职位多高，你只要犯法，你就要进监狱。所以在美国，股票就有了一个威信，有了一个公信力，玩股票的人就比较放心，不会由于黑箱操作而损失他们的财产。美国的股票在2009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房贷丑闻，股票非常的便宜。我那时候也没有去买，我那时候去炒了房，价钱非常的便宜，现在已经翻了1倍价钱，也没有太多的钱，所以我还是买了房子，因为我房子自己是要住的，而股票你不能住。14年又买了一幢房子，2幢房子的价钱都翻了1倍以上。这次也是一个机会，我也准备了一点现金，准备投下去。现在的股票是已经比较低，但是经济会不会好转，还是要打个问号。因为许多行业这次的瘟疫受到很大的伤害，而恢复并没有这么快。但是美国股票肯定是好的，它有几个好的方面。第一个，世界是以美元计价的经济体系，美元是最强的货币。很多股票在欧洲也挺好的，但是它和美元一比，它就没有美元这么强势，所以它的股票虽然好，通过汇率以后，它就没有美国的股票好。日本经济就不怎么好，虽然它的货币比较稳定，但是它的经济并不怎么好。而其他新兴市场，他们的货币都是受到美元的控制，所以美国股票是以美元为支撑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美国科技还是领先全球，它有许多非常好的公司，比如说亚马逊、苹果、狗狗、微软等等高科技公司都集中在美国。当然，最好的股票不是美国，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公司。但是
它只有一个股票，而且它是以石油而不是以高科技，所以美国的股票还是含金量很高，很多股票都非常的稳定。我老婆有祖先买了股票，她的祖先买了股票以后给了她的爸爸，爸爸死了以后，这个股票给了他妈妈，他妈妈前2年死了以后，这个股票又给了他，他也不买。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玩股票？他说我这个股票是祖先传下来的，我过世了，我要给我的子女，我不会去卖掉，也不会去玩。他的股票主要是 AT&T， 还有一些是保险公司的，这些股票每年都会给他带来一定的收益。比如说 AT&T 的股票，他1年就拿到2000块现金，还有其他几个股票。这些股票他说他的祖先都已经买了有50-60年，而且有些甚至于100年，他说他也不会卖掉，他是长期持有这些股票。如果他持有的是中国股票，30年40年这个股票都不值钱的，而美国的股票就有这个含金量。他 AT&T 也67年还是这么好。他说有些公司名字改来改去，但是股票还是值钱。就是说有些股票他祖先买的时候不是这个名字，但是后来一家公司买了以后又变成后面公司的名字，后面的公司后来又有另一家公司收购了，所以变成另一家公司的股票，变来变去，但是这个公司的实体还是存在，这个股票的价值还是在这里，没有掉价也没有消失。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有信心长期持有这个股票。所以美国股票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股票，比台湾比任何欧洲日本股票都好。因为美国的经济很强盛，而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体，它长期持有这个股票是因为他对美国公司深具信心。公司好，你才有长期持股的信念。为什么买股票要买美国的股票？美国的经济是世界最强盛的，而美国跨国公司的品牌非常的值钱。它一个品牌的钱就是多少几百亿几百亿的都是。这些公司非常深入的渗透了你的生活。比如说你用手机，你就是用 Apple 手机，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手机。你逛街，你喝的是可口可乐和 Starbucks 咖啡。你买运动衣，你就会买 Nike 鞋子，或者 Adidas， 都是一些名牌。你上电脑用的是微软的，也是美国一家非常好的公司的软件。你放假去玩，你又到迪士尼乐园，又是美国一个大公司的品牌。所以你到这些地方，到那个地方，他们这些品牌，他们这些公司的触角都深入到你的日常生活。你买了这种公司的股票，你可以非常放心，这些公司都是长期生存下去。我们大陆的人没有感受到有些美国公司的威力，比如说亚马逊，
只有在美国有，比如说狗狗、YouTube 都是要翻墙才能够接触到的公司品牌，但是在美国是家喻户晓的。我们家庭，我和我老婆买东西，基本上70%、80%都是亚马逊买的，连我们院子里种花的钢丝围墙也是亚马逊买，连最近买的姜也是亚马逊买。亚马逊把我们烧菜的姜送到你家，其他电子产品就更不用说了，多得不得了了。亚马逊在美国是家喻户晓的，也是一只非常优秀的股票。而狗狗、Facebook、YouTube 这些都是高科技的股票，但是在中国就感受不到它，因为中国政府就是要进行思想控制，不给这些股票进入中国的市场，也不给这些公司的服务进入中国市场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美国股市并不怎么了解，而台湾就不同，开放的，所以很多台湾股民就买美国股票，他不买台湾股票，他们宁可买美国股票，而美国股票他们持有的10年、持有20年，他们的价值都是翻几番的，有些翻3番，有些翻4番。所以就是说，美国的股票是世界上最好的股票。那么美国股票好，它是有历史原因的，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。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是1792年就成立了，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，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。而上海证交所是1990年的，和美国的要相差200年。香港交易所是1891年，和美国的纽交所，所以美国纽约证交所要比香港大100岁，比上交所要大200岁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美国纽约交易场是世界第1大股票市场，它的股票的市值非常非常的高。而日本是第3，第2也是美国的科技交易所纳斯达克，第3是日本，第4是上海，第5香港。这个是世界股票市场的排名。为什么说中国股不能和美国的股票相比呢？中国股票它的市值和美国股票是不能比的，它没有非常优秀的公司，